我想请你跟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：养花是为了什么？如果我们养的花严重影响到身体健康了，那么是不是相当于养了一盆毒药在家中？特别是身体底子不好或者抵抗力比较差的人，请你一定好好想一下，是不是很后怕？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介绍6种倒霉花，不要以为是迷信，先来看看你家里有没有。1. 有毒的花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有句话说得好，不要花还在，人没了，那可真是人生最可悲的事情。所以养花时要多养对身心健康有好处的花，比如多肉植物、文竹、芦荟、茉莉花、鸭掌木、龟背竹、散尾葵等等，它们能产生大量的负氧离子，对空气的净化效果出奇的好，能安眠助眠，从而呵护了身体的健康。而有一些花草，虽然表面长得好看，实际上毒性很大，如果不小心触碰到或者是误食了，可能会引起皮肤过敏、呼吸困难，更严重的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可能有些人会抱着侥幸的心理，总觉得没事，但等到真出事了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这类倒霉花有曼陀罗、夹竹桃、五色梅、珊瑚樱、长春花、彼岸花、一品红、变叶木、虎刺梅等等。2. 引发过敏的花。不要以为你对花粉不过敏，就可以忽略这个关键的内容，详细的原因听我细细说来。有些花开花虽然艳丽，但开花后会产生大量的花粉，并且随风四处飘散。这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，简直就是噩梦，十分危险。比如有哮喘病的人，或者对花粉过敏的人群。尤其是还把这些花放在卧室或者卧室附件的话，晚上很有可能呼吸困难，或者瘙痒难耐，严重影响睡眠质量和身体健康。这类花常见的有绣球花、百合花、蓝雪花和茶花等。你可能会说，我对花粉不过敏，也没有哮喘，是不是我就安全了呢？结论并非如此。就像日本的花粉病，很多人去日本之前对花粉一点都不过敏，但去了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以后，也就有了花粉病。这就能说明，在花粉长期的刺激下，可能会改变人的某些特征。简单的理解就是，刚开始确实没事，但闻着闻着就过敏了，所以还是谨慎的好。3. 抗病性较弱的花。花的抗病性差，为什么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呢？你是不是存有疑问？下面就具体来给你说一说。人的体质天生有好有坏，花也一样。有些花会容易有病虫害，而有的花天生就有很强的抗病性，几乎不生病。比如铁线莲、杜鹃花就很强劲。而月季花这类蔷薇科的则非常容易生虫生病，比如白粉病、蚜虫、小腻虫等等，都几乎逃不过去。我们想要看到月季花等开出娇艳的花，就一定会喷洒杀虫剂和杀菌剂等药水，是药3分毒。日常生活中频繁接触到这些药水，并吸入肺部的话，对健康的影响也不会小。如果你的身体底子差，最好不要选择这些容易生病的花卉，从源头切断频繁接触农药带来的安全问题。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，不小心碰到这些药水，那后果就不是你我可以控制的了。4. 寓意不好的花。无论你信不信风水，没有人不愿意养寓意吉祥的花卉。这也是君子兰、桂花树、平安树、幸福树、发财树、招财树、富贵竹、铜钱草等等，在花卉市场长盛不衰的原因。寓意好的我们要尽知，寓意不好的我们就要远离，否则真的带来了霉运，心里会一直有个疙瘩解不开。这一类的花有曼陀罗，它代表着是死亡。而彼岸花是长在黄泉路上的花，也称冥界的花。虞美人在民间则被称作坟前的花，所以很多老人都非常忌讳。还有扶桑花，谐音是人去世后扶桑的意思，所以这种花也不建议养在家里。选择花卉作为礼物送人的时候，也要注意一下这些有忌讳的花卉，尽量选择寓意好的。5. 带刺的花。
家庭养花不适合养一些带刺的花，很多花友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年人，根本没有必要注意这个点。但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和老人的话，就要多加注意了。因为小朋友总爱在家里跑来跑去，很多老人随着年龄增大，走路也会不稳，万一摔倒了，刺非常都容易扎入皮肤里。这种小刺一般都是扎进去容易，而想要拔出来却很难，所以这种倒霉花我们能不养还是不要养了。此外，带刺的植物在风水学上容易破坏家庭运势，若是你很重视风水的话，还是放弃此类花会比较好。那带刺的花有哪些呢？常见的有月季花、虎刺梅、仙人掌、某些品种的三角梅。6. 香味太浓的花。有香味的花还不能养，是不是有点矫情呢？其实并不是，香味可以，香味太浓不可以。我们现在都生活在高楼大厦里，铜墙铁壁让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到大自然，因此很多人养花的一个目的是为了享受绿色，更是为了享受一抹花香。但凡事过犹不及，就比如这些花，花香太过强烈，再加上如果空气流通不好的话，很容易让人头晕，大脑精神高度亢奋，从而影响到睡眠，导致一整天都没有精神头。比如郁金香、夜来香、香水百合这3种花就最好不要放在室内。若是喜欢花香的话，可以养一些香味淡淡的植物，比如佛手、碰碰香、薄荷等。这些盆栽不但自带淡淡香气，还能食用，简直就是一举两得。最后花花想说，养花的目的，有人是为了好看，有人是为了打发时间，有人是为了风水，有人是为了增值。但无论是哪一种，都要优先以保证身体健康为前提。你认同花花的说法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欢迎点赞、关注并打开小铃铛。新年伊始，万象更新，祝所有人新的一年里健康、发财、开心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